好，大家好，我是凯夫。很久没跟各位更新这个外骨骼相关的影片了，主要是从这个上个月4月中去广交会，回来以后就一直忙到现在，所以说现在才比较有个头绪。那刚好呢，这个 Hypershield 即可在5月20号，今天是5月22，我们拍摄的时间是5月22，在2天前他们发布了最新的一个系列。那其实大概在1个月前，我们大概就知道 Hypershield会在5月发布新的产品但是呢，由于他们的这个保密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发布几个新产品然后新产品的规格差异是什么，也不知道价格所以说我们也是2天前才知道的。OK， 那我们就是从20号、21号大概花了2天做了一次整理。那这边可以跟各位分析报告一下，说到底Hypershield 这个新的产品跟旧的产品具体的差异在哪里？那作为消费者，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或者是在未来的时间点你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报告呢，我们自己是列了一个 Excel 表，那 Excel 表连结都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资讯里面找到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考虑想要购买的话，那也不妨下载一下这个链接，点出来看这个我们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做统整的网络上应该是找不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荧幕放的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一次新的这个系列的发布会的一个影片总长是15分钟，但是说真的，我把它看完以后，我觉得真的跟新产品有关的大概只有5分钟另外10分钟都是一直在讲Hypershield 过去的一些辉煌记录曾经跟什么样的一个救援队合作以及外骨骼如何帮助人们改变生活等等所以说影片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用看，就直接看我们的这个分析就好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吧。Hypershield 在这个新系列发布之前呢，其实总共是出过4个型号分别是最一开始的入门款叫做 X Go然后中阶款叫做 X Pro， 然后高阶款叫做 X Carbon 就是碳纤维的意思嘛这就是以前的老3代那 Carbon 出了没多久呢，就被一个叫做 X Ultra 的产品替代了，所以 Carbon 这个以前的顶级版本就被这个 Ultra 替代所以说我们说2024年到2025年就是去年跟前年的话，主要就是这3个版本以下我们就简称为1代的 Go、Pro 跟 Ultra。那2026年出的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2代。好，那2代我们原本期待是说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造型，或者是规格上面有很大的跃进或者是这个重量上大幅减轻但是实际上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2代一样有3款那只是原本的 Go 就不见了，2代的这个最入门款由 Pro 来取代他们都在后面加了一个 S， 所以说当我的影片后来讲到一个 S， 那就代表是2代那总共是 Pro S、Max S 跟 Ultra S那各位从名称就可以知道 Pro S 大概就是1代的 Pro 然后 Max S 呢是新出的一个规格，那其实它的性能跟这个价格就介于 Pro S 跟 Ultra S 中间所以说这个 Max S 算是2代的一个中阶款。新的这个顶级旗舰款呢就叫做 Ultra S， 就是还是沿用了 Ultra 这个字，只是后面加了一个 S所以说2代就是Pro、Max 跟 Ultra。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上好了那颜色上呢，就是 Pro S 还是维持原本的银灰色，那只是 Max S 跟 Ultra S 都看起来都比较像以前的 Ultra 了就是整个一个全雾黑的一个感觉所以说颜色外观上的改动其实是不大的那至于机体尺寸机体尺寸就是它本身的长宽高基本上跟1代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这个43乘以26乘以12.5公分好，然后重量这就来到一个重点了而且他们在讲重量的时候用的这个含电池跟不含电池还不一样。1代他们写的重量是不含电池的重量， Go、Pro 跟 Ultra 依序是2公斤、2公斤以及 Ultra 的 1.8 公斤但是呢，因为这是不含电池的，所以要把电池加回去。那加回去以后，3个型号分别是 2.4 公斤、2.4公斤跟 2.2 公斤也就是 Ultra 少了200克因为它用了这个碳纤维跟这个钛合金嘛好，那整个2代呢，它就没有再分说含电池跟不含电池的重量了，它的重量就一律显示为所谓的结构加配件
那我们默认为所谓的配件就是电池啦，就是整机加电池的一个重量。那分别是2.64公斤、2.603公斤以及2.543公斤，在这一次标到了小数点第3位。简单讲就是 2.6、2.6 跟 2.5 公斤啦。所以说2代含电池的重量整体比1代多了200克到300克。300克的部分是 Ultra， 因为1代的 Ultra 其实只有 2.2 公斤，是相对是最轻的。但是2代的 Ultra S 呢是 2.543 公斤。那具体这多出来的200-300克是重在哪里？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2代的机子，所以还不知道。所以说2代普遍就比1代重了，这个重量的部分。再来框架的材质部分呢？之前1代的 Go 跟 Pro 用的都是铝合金，铝合金的部分是它的腰的框架。然后腿杆的部分用的是强化塑料。然后只有这个 Ultra 的部分用的是钛合金，也就是它金属的框架变成钛合金。然后原本强化塑料的腿杆的部分变成用卡泵。那2代基本上还是用了这些材质，只是2代的这个 Pro S 跟 Max S 把所谓的这个碳纤维强化聚合物，也就是强化塑料啦，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PPA 高分子聚合物。那我觉得基本上就还是强化塑料的一种。那至于这个Ultra S 的话呢，它跟 Ultra 是沿用一样的，就是卡泵碳纤维的腿杆加上这个钛合金的一个金属框架。所以说其实材质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再来是这个电机，也就是马达，也就是它给你能够提供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输出动力。那以前就是在这6个型号里面最入门最弱的版本其实就是 Go， 也就是1代的 Go， 它是400瓦。然后再来是1代的 Pro 是800瓦，就多了1倍了。然后再来是1代的 Ultra， 它是1000瓦的一个电机。其实也就是比 Pro 多个 25% 了，但是价格的话却多了快要1倍。那在2代的部分呢，他们就把 Go 这个400瓦电机的给砍掉了，因为最入门就是 Pro S 嘛，所以说他们的电机的瓦数变成800、1000、1000，所以说从中阶的型号开始，跟他们最顶级的型号，其实在这个马达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个最高的拉力，上拉的力量跟下压的力量其实是一样的。OK， 那再来讲的就是这个模式，模式就是说这个机器能够有多少个这个助力档位吧。那之前的1代的话，通常就是4个模式，一个是通透，通透其实就是待机啦，就是不做动。我个人就觉得这不算是一个模式，但是原厂要把它当做一个模式，那就是吧。就是第一个是待机，就是不做动，不提供任何的助力。还有一个就是舒适模式，英文的话叫做 Eco Mode。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出力比较小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说，即使是舒适模式，它也有从0到100的设定就是说每一个模式它的力道也是可以设定的。然后接下来更强的一个叫做 Hyper Mode，叫做极限模式。那以前的 Go 是没有极限模式的，这个1代只有Pro 跟 Ultra 有极限模式。那极限模式就是 Hyper Mode。那 Hyper Mode 呢，在这个机器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灯号就是红色。那进入到 Hyper Mode 呢，其实就是它的输出动力就非常大了。现在2代的3款都有极限模式，所以说就是把那个最弱的那个版本砍掉了嘛。但是呢，在这个之外，新代的 Ultra S 还多了一个叫做加速模式，英文应该叫做 Booster Mode。但我是觉得这一点，因为我们也还没拿到样机，不知道所谓加速模式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1代 Ultra 的经验，Hyper Mode 这个极限模式就已经非常力量非常强了强大到如果说你的这个腰带如果没有给它束紧的话，这个马达做动起来它是会带动你的整个腰这去扭动的所以说这个 Ultra S 的加速模式到底是说是更大的力量呢？我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很有可能是力量是相同的。但是它的这个运作速度更快，那可能更适合这个骑乘自行车使用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啦总之这6款里面就是 Ultra S 多了一个加速模式。然后这个 Max 扭矩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其实它就是能够提供给你的扭力，那基本上它跟电机的瓦数是成正比的所以说从一开始的这个 XGO 是这个20%到 Pro 的30%， Ultra 的39%，
然后这个二代的话也是30、39、39，基本上就跟你的电机成正比。好，那至于动态识别，动态识别是什么？就是Hypershield 的这个产品里面，它就是预设了自适应模式，它会自动判断你在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况，去给你相对应符合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的多寡就决定了这个机器能够提供你在什么样的使用状况去适配。那最弱的就是以前的 Go 了，X Go 的部分只有6个模式，那分别是走路、竞走、上坡、下坡跟上楼梯跟下楼梯。那我之前的影片就有分析过，其实上坡跟上楼梯、下坡跟下楼梯，在我的实测里面是没有太大的感受的，所以我会说这6个里面，其实实际上大概只有4个吧。好，那 Pro 跟 Ultra 的话，分别支援10个模式跟12个模式。那这个部分跟二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二代的 Pro S、Max S 都是支援到10个模式，然后二代的 Ultra S 也跟一代的 Ultra 一样，支援12个模式，所以说这个模式里面，我觉得最可以拿出来讲的就是，Pro 跟 Ultra 以上会多了一个叫做骑行，骑脚踏车的模式，因为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主要腿的用力是往下的。所以说有没有这一个，那就差很多。一代的这个 Go 最入门的这一款就没有骑行模式，它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依然是帮你做这个腿部上抬的动作，它就没办法这么好的发挥。那除了 Go 以外，基本上都有骑行模式。然后这个 Ultra 跟 Ultra S 也就是一代跟二代的顶级款，分别多了雪地徒步跟沙地。这个雪地跟沙地我们没有实际测试过，所以也不知道多出来的这2个模式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我是觉得 Pro 以及二代的 Pro S、Max S 所提供的10个模式，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这是模式的一个差异。好，然后接下来是它的一个电池系统。电池系统的话，其实电池并没有做任何的改版，还是跟以前一样，电池是完全一样的。那只是它电池一开始就是有分一般电池跟耐寒电池。那容量都是72瓦时，只是一般电池它们标称的这个适用温度是-10度到60度。那耐寒电池呢是-20度到60度。所以说耐寒电池理论上可以在这个雪地的环境有更好的这个表现。所以电池没有太大的一个改版。那接下来就要想一个标配的电池数量，在这个部分就缩水了。就是每一台机器你买的时候，它付给你的电池的数量。那像一代的话，最入门的 Go 很合理，就是给你1颗嘛。那其实我们也觉得，对于一些行动比较缓慢的人来说，其实1颗电池用1天绝对是够的。因为1颗电池的话，平路去使用去走路的话，大概可以走8到12公里。这个是平路。那如果你是慢慢的上台阶爬山的话，可能这个数字打个6折、5折因为是上台阶，花的电量也比较多，所以1颗对于一些不是要做极限运动的人来讲，其实是够的。那一代的 Pro 跟 Ultra 都给了2颗电池，而且要注意一代的 Pro 跟 Ultra 给的2颗电池是抗寒电池也就是所谓的比较耐低温的电池。但是呢，到了2代也就是新发布的这一代 Pro S 就变成只给1颗电池了。然后作为2代的中阶款，这个 Max S 既然也是1颗电池，就是一代的 Pro 就已经给了2颗电池了，但是2代的 Max S 却只给了仍然是1颗电池，而且还是一般电池。然后2代要直到这个 Ultra S 才会恢复到给你2颗耐寒电池。在这个电池的数量的部分，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缩水啦。所以说如果你是买2代的这个 Pro S 或 Max S 的话，可能要考虑多买1颗电池，因为2代的版本都有极限模式，那如果你使用了极限模式，那个耗电就会变得非常快。这是电池的部分。OK， 接下来是这个充电时间都一样，都是88分钟左右，就这样子。那接下来是充电管家。那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在一开始开箱 Hypershield 产品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诟病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没有额外花钱买它的充电管家，就是一个可以一次充4颗电池的一个充电座，你没有买这个配件的话呢，你就只能把电池插在主机上，然后用 Type C 的线去为这个主机充电，也就是你的电池没办法拔下来充电。那如果你是买这个2颗电池的这个版本的，比如说一代的 Pro 或者是 Ultra， 那如果你没买这个充电座，就等于
你一颗电池充完电以后，你要把它拔下来，再换上一颗电池，然后再继续给它充电。好，那充电管家呢？这一次终于有一个版本有附了啊，但是也就是2代的 Ultra S， 它在这个标配里面就附了一个充电管家。好，那很抱歉啊，之前的所有其他的5个版本，你仍然需要额外去购买这个充电管家，好，作为一个同时可以充多电池的一个充电座啊。那这个对啊，就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气啦，就是说，不过至少拿出了一个版本是有附这个充电座的。好，然后接下来就豆腐头了，我觉得比充电管家更重要，因为比如说你是买1代的 Go， 那你只有一颗电池嘛，所以说你有没有充电管家，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附一个豆腐头，一个充电头，应该不是很高的成本嘛，啊，但是1代就都没有附哦，1代是都没有的，所以你自己需要准备一个充电头。那也说一般的手机的充电头可不可以用？其实也可以用啦，只是呢，我们自己有发现一点，就是当 Hypershield 的机器在低电量的时候，如果你的豆腐头低于65瓦的话，可能会充不进去。好，所以说就是如果要用的比较安心，稳定性比较好的话，那还是要买一个65瓦以上的这个支援 PD 快充的一个充电头。好，那2代的话呢，恭喜，那就是目前看起来都有附了而且都有附一个65瓦的充电器一颗所以说如果你买2代的产品的话那就不用再去额外准备一颗这个豆腐头。OK， 这算是稍微有点诚意了。好，然后至于这个耐用性的部分，耐用性的部分，也就是说，它预估这台机器可以用几公里。那在1代的部分，Go 跟 Pro 是写的是3000公里，那 Ultra 呢，在1代它是没有写这个数字的，我没有写，不知道是没有测还是说无限但是反正1代就是没有写。但是在2代的部分呢，前2个版本 Pro S 跟 Max S 一样是3000公里。但是在 Ultra S 的部分呢，他们就实际上写了一个4000公里的一个使用寿命。所以说我觉得其实1代的 Ultra 也差不多是4000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防护等级，防护等级也没有做太大的改变，这一点我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啦。虽然说 IP54 就是第一个防尘，第二个是防水。那防尘的话，第一个5我们不太需要关注，但是第二个4IP54 的那个4指的是防水等级，那 Level 4的话，大概就是一个防泼溅的程度。其实防泼溅在户外使用也绝对是够了也就是不论是小雨、大雨，或者是下雪这个防护等级4的防水都绝对是够的只是如果说它的这个有到55的话，那它的防水性可能会再好一点偶尔如果不小心被这个更大量的水或者是有一点压力的水去冲到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但是目前就是没有改变1、2代都是 IP54这一个防护等级。然后至于穿戴所谓的外层织物也就是我们的绑腿绑在腿上的那个腿带1代它的写的名称比较酷炫啦，什么超轻钻石编织尼龙什么高性能防水布料，但是在2代呢就直接改成2个字这不是我偷懒去打的官方网站就直接写尼龙所以说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要强调这个织物的材质了我觉得相对也不是那么重要。好，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它的货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这边从原厂得知的这个消息，就是在2代发布之后，其实之前的1代是慢慢的就会停产了也就是它会用2代来取代原本的1代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有一个时间差嘛，包含它的1代也不是完全就卖完就没有库存的状况所以说目前的货况是XS Go 是已经停产了，那只剩少量的库存不论是在原厂或者是在台湾总代这边都是属于少量库存，那已经没有再生产很久了那至于1代的 Pro 跟 Ultra 呢，是即将停产还没有停产，但是即将停产那就是目前的话库存都还正常，但是也不是很多啦，总之是处于一个有现货的状态。好，那2代的话呢，时程是这样子的由于5月20号才发布嘛这个其实应该是在5月底的时候呢，在这个欧美地区就应该可以开始预购了然后台湾的话呢，由于现在已经有这个总代理这个等一下会讲到，我一开始先讲的台湾现在有 Hypershield 的总代理了，
那总代理是计划在大概7月初的时候，会在这个众筹平台台湾的嘖嘖去办一个众筹预购的一个活动所以说理论上的发货日期应该是7月下旬7月中旬到7月下旬这个是预计你可以拿到2代这个新品的一个时间。OK， 那接下来就讲到跟货况有关的，就是价格了那价格的话，1代的这个最入门的这个28900仍然是我觉得一个很甜蜜的价格毕竟是2开头嘛，而且它的性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也够用，所以我觉得就是蛮划算的一个选择。好，然后这个1代的 X Pro 是35900，然后这个1代的旗舰 Ultra 是66900。好，那接下来的话，这个2代我必须说，因为这个是台湾的总代给我们的一个暂定的价格，这个牌价。那各位知道，如果是做线上众筹的话，是一定会有优惠的嘛？所以说具体这个众筹的优惠价会是多少？那优惠结束了以后，会不会回到原本的这个牌价？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确实是还没定下来。那我可以先跟各位说，牌价的话呢 ，Pro S 就是36900，相对于1代的入门款，就他们两个都是入门款，但是这个相对于1代入门款就贵了不少，贵了将近1万。然后这个位于中阶的 Max S 价格是54900，那也是比1代的这个 Pro 贵了许多。好，然后作为2代的旗舰 Ultra S 呢，就来到了74900。所以说整体来讲，2代的价格就是比1代多了不少，涨了不少。但是再声明，这只是暂定的价格，未来可能会更低。所以说当我在讲接下来的这个购买建议的时候，各位也要把这个未来预期可能降低的价格纳到这个购买的这个考虑因素中间。好，以上的规格呢，其实都是网络上只要你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资料整理起来，你可以得到的。那接下来的就是说，可能比较得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就是什么？这2代总体来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首先就是第1代普遍轻了200到300克，那也就是说2代的重量普遍重了200到300克所以说如果你是很重视这个轻重的人来说，你说200跟300克那也没差很多问题是这个机器本身才 2.4 公斤，所以说少了200克，其实等于少了将近 10%， 对吧？而且它是长期穿在你身上的东西所以说只要超过半小时以后，这个200-300克的轻跟重还是会有差的相信我，因为我们自己穿过所以说我觉得1代即将停产的状况下，什么样的一个诱因会让你去买1代？也就是我就是要轻那些新的功能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的话，那或许1代还是一个蛮甜蜜的一个选择这是重量。然后再来是1代都没有附充电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豆腐头这个是算是一个小小的扣分但是他们在2代把它加回来的也就是2代的3个版本都有附一个65瓦的一个霹雳快充。好，然后接下来就是2代多了什么样的新的功能呢？也就是在这一个15分钟的影片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用了一个新的 AI 演算法。那他们也有给它注册一个商标啦，叫做 Hyper Intuition，就是翻成中文就是超直觉的一个新的演算法。其实1代跟2代的这个，就是说它怎么样判断你在运动以及决定要给你多少助力的这个原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它不可能预判你嘛，因为在你的脑袋这边也没装什么脑机界面，所以它很难预判。所以它的原理都是你穿上以后，你必须先有动作它大概感知到了你有动的这个角度，你有动的这个意图然后呢再马上的这个控制器传给电机，让电机去辅助你这个动作然后当你动作准备要停了比如说抬到最高点，你准备要下压了，它也要瞬间感受到你有下压的这个动作，那它大概就判断你腿抬到一定的高度，准备要往下了，这时候才会给你往下的动作。所以仍然是根据你先做一个动作，然后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根据你这个动作去决定要拉还是要压是这么一个原理。那2代的这个演算法，也就是说比前1代的要快。那快多少呢？官方是有找了一个 TU Win Ryan， 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算是类似 SGS 的检验机构啦让他们去做检验，快了
64.5%，反应时间降到0.31秒，也就是说你在做一个动作之后呢，它可以在0.31秒，也就是1/3秒的时间内感受到并且就是给你相对应的助力。那他说快了64.5%嘛，所以我们回推一代的反应时间是0.87秒也就是不到1秒。你在做这个动作不到1秒去给你这个反馈。好，然后二代的话把它加速了64.5%来到了0.31秒，1/3秒，你只要做这个动作1/3秒的这个状况，它就给你这个相对应的助力了。所以在使用上，理论上二代会比一代更流畅，你会更感觉不到它的这个助力。因为什么叫做感觉不到它的助力呢？当然助力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它跟你本身的动作这个 smooth 融合的程度很高，所以说你会感受不到。其实对于外骨骼来说，感受不到才是对的。如果你感受得到很强很强的助力，那种其实用久了，那就代表说它可能没有真的很贴合你的动作，所以说你才会有时候感觉被它拉着走，被它拽着走的感觉。所以说真的做得很好，响应速度很短的这个外骨骼，其实是应该要让你穿在身上以后，让你自己感觉变强了，而不是由这个外骨骼的感觉让你觉得说脚被强行的拉或者是压这个是流畅度变得更高这是二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你说那这样子讲了那么多好像很复杂的东西，那它具体在这个生活场景上面可能在哪些场景上面更有用呢？在这个原厂的影片里面，他们是拿了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是一个长辈在牵一个大狗啦那因为遛狗的时候，如果大狗的话常常忽快忽慢，忽左忽右嘛那你的动作就有时候会被那个狗牵着走所以说你那时候动作脚步的动作就一样开始忽快忽慢。那这时候它这种反应很迅速的这个功能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感觉这个我的这个外骨骼是有跟着我在运动的，没有任何这种比如说我忽快跑步很快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它会有一个顿挫感，这个顿挫感理论上会比较少那第二个他们举出的例子呢，是一个摄影师拿着这个3轴稳定器在跟拍一个做跑酷的一个运动员那这个摄影师因为跑酷也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动作嘛所以说摄影师也要跟着这个跑酷运动员这个向左向右，然后忽快忽慢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第三个这个使用场景呢，他们举的是一个奶爸一个奶爸就是背着一个小 baby然后可能有时候走在草地上，因为他在公园散步嘛，有时候走在草地上，有时候在爬阶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在你有负重的时候呢你变换了你的地形你也丝毫不会感觉出任何的这个不顺畅卡顿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动作改变的瞬间你会感觉到很柔顺。这个是二代的一个演算法。好，然后第二个新增的功能呢，其实也是在韧体软体层面的我以上讲的都不是它的这个硬体好，新增的一个叫做什么 AI 代理，我觉得现在什么大家都要扯到 AI 就是多了一个 AI 代理功能。那按他们的中文描述是什么透过这个韧体更新，在 APP 里面加入 AI 代理功能。那这个 AI 系统在初期也就是你刚使用的时候，能够扮演类似教练的角色，帮助使用者了解如何更有效的使用，并且客制化你的外骨骼的一个设定同时提供运动状态的分析与调整建议。其实我看完这段字，我大概就知道了，就是说它应该会是在 APP 里面把这个新手教学以及你该怎样去调整你的 APP 以达到最适合你的状态的这么一个教练的一个过程呢，加入到 APP 里面。那这个工作本来是谁在做？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销商因为它的 APP 很复杂嘛，那每一个功能选项又对应到不同的感觉，它在 APP 里面是没有说明清楚的，所以就才有我去拍了一个将近几十快要1小时的影片，去跟各位说明说这个 APP 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强弱对于你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把这一整套的这个教练跟专人解说的系统做成了一个在 APP 里面就能够引导你去做的。但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拿到新的机器，它这个地方到底做的好不好，能不能够取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实体店面加真人加1对1为你去做调整
的一个这个取代性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可以取代个6-7成，但是要到9成10成，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啊。首先，不是每一个长辈都想要或者是能够看 APP 啊，就光这里就排除了很多人。好，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就拭目以待吧。我也希望它能够把这个自动化的流程做得很好。那或许对于这个一线的经销商来说，这个也能够减少一点这个教学的一个时间。好，以上这2个都是2代的比较偏软体APP 部分的一个升级。那接下来就是硬体的部分了。硬体的部分就是腰部的一个护垫嘛，就是我这边直接拿一台好了。这一台是一代的 X Pro， 就是这个我们都叫做腰部的护垫啊，主要是背部这一块以及侧面的这一块就这个护垫呢，他们改成了加了一个蜂巢的一个防滑材质。其实这个真的是无独有偶，因为我们4月的时候才去广交会嘛，那拜访的3个外骨骼厂商里面，其中一个成天科技，他们的新产品成天 GoGo 就特别强调了他们的这个外骨骼呢。用的就是这个有加了一个蜂巢网状防滑材质的一个软垫，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不太可能是谁抄谁的，而是这个东西加上防滑，似乎就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这个东西没有防滑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我把它穿上去，那当这个马达在做动的时候，因为它会有这样的力量嘛。所以理论上这个反向的力量会施加在这个机器上面。那有几个状况：第一，如果你绑得不够紧这个东西绑得不够紧的话，这个外骨骼会在你的腰间做这样子一个左右滑动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绑得很紧了，但是怎么样呢？你穿的衣服是有一点丝质或者是有一点尼龙就简单来讲就是比较滑的衣服，那它也会在你的衣服这边比较容易有这个滑动的状况。那有这样子滑动的状况呢，等于说本来要施加在你的腿要帮你抬腿的这个力量就被消耗掉一部分了嘛。所以说他把它加了这个防滑材质，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个2代的软垫全部加了这个防滑材质。我个人也是在想了，加了防滑材质以后，会不会是它变重的一个原因因为目前就这样的规格看下来，材质都没变。所以我实在是看不出为什么2代会多了200-300克，所以我在想，或许软垫的材质更换了，会是它重量增加的这个原因之一。总之2代有多了这个软垫，那这个问题就很好了。那如果我是买1代的人，那未来能不能去买2代的这个软垫的配件装在1代呢？我个人的预测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这个魔鬼毡魔术贴，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撕下来了那我目前看2代的照片，这个部分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动，所以说或许之后他们也会单独卖2代的防滑软垫的配件吧，让你去安装在1代上面。这个是2代的第一个硬体上的改动。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遍重了200克嘛，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重在哪。然后多了充电器，就讲完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硬要讲，如果把这个豆腐头这个充电器以及这个稍微重一点点的这个东西拿掉以外，它在硬体上面的改进就只有多了一个防滑软垫，其他更多是演算法的一个升级以及这个所谓 AI 代理人能够让你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这个产品。所以在我看来，2代还真的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如果你说1代它的这个响应很迟钝让你有很不舒适的感觉那2代升级的这一点那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老实说，在我穿过的这么多外骨骼里面，其实 HyperShield 它的响应速度，就是说它跟你人体的这个同步率已经算是很高的，已经算是很丝滑的了那它是在这个这么丝滑、配合度很高的状况下再去强化那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就有点像是90分提高到95分的一个感觉。好，那接下来就是大重点了。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1代跟2代加起来这6款，到底该怎么样去做选择？我们先从1代的这个 Go 开始讲起来。我个人认为它是价格最亲民并且也适用于日常的走路以及登山前提就是你不要用跑的上山如果你是这种飞奔冲刺上山的话，那确实1代的400瓦电机是会显得不够力
但是你只要不要用跑的上山虽然说400瓦的电机是全型号最低的，但是对于不用激烈运动的使用者来说，绝对是足够的特别是我们这边坦白说来看外骨骼，来使用外骨骼，有外骨骼需求的，确实很多是长辈。那长辈本来的速度就比较慢，这个400瓦电机对他来说，甚至都有点多余了。那就不要说什么 Pro 啊，什么 Ultra， 什么800瓦、1000瓦，什么极限模式，什么 Hyper Move， 那个对某些动作比较缓慢的人来说，他根本用不到这个模式，用了反而会危险。所以我觉得 Go 它的动力虽弱，但是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人群，我是觉得原厂决定要把它砍掉，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希望或许哪一天原厂能够回心转意，让这个虽然动力比较低，但是价格也最亲民的版本持续的留存着。那但是它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的自适应的模式比较少，那主要是没有跑步跟自行车我觉得没有跑步可能还好，但是没有自行车就有一点点的这比较大的一个缺点。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对于一些体重比较重，我这边所谓的重是85公斤以上的使用者可能会觉得不够力，即使是你用 Go 这台来走路我不是说跑步也不是登山，就是走路因为你的腿相对也会比较重嘛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可能这个行动力比较受限的话，那他要把你的腿拉起来，可能会觉得力量稍稍有点不够。OK， 那这就是 Go 的一个缺点。那适合对象的话，就是这边写的是长辈或者是日常散步、轻度郊游或者是想先体验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人也是很多吧，就是以最亲民的价格就是买个外骨骼来体验一下。其实 Go 的这个入门角色，我觉得是本来是担任的很不错的。然后接下来不适合的对象就是重度登山以及长距离的健行或者是越野使用。好，那接下来是 Pro 也就是1代的 X Pro。我个人认为瑞德的角度来看 ，X Pro 是最均衡、CP 值最高的型号。那为什么呢？首先它有800瓦的电机800瓦离旗舰的1000瓦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绝对 80% 以上的人都够用，力道已经够大了它的这个极限模式绝对是够用的，并且呢，它标配2颗电池，而且它标配2颗耐寒电池，耐寒电池就比一般的电池稍微贵一点嘛再加上它的价格其实蛮亲民的，现在的价格才35900这个价格我觉得是相对亲民。硬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它不是最轻的比起这个 Ultra 旗舰拐多了200克 2.4 公斤，但是还是比2代的这个Pro S 也好 Max 也好还是要轻也就是说它可以说是第2轻的虽然说不是最轻的，然后性能不是最强的，但是它是综合价格、动力，然后2颗电池这个状况下，而且现在是现货能买到，我认为是目前 CP 值6款里面 CP 值最高的选择那适合对象就是一般户外玩家、长距离的健行、中级的登山，以及骑自行车，以及真正想感受到外骨骼的效果、它的动力的这个人，我觉得这个 X Pro 还是很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就是 X Ultra， 也就是1代的旗舰。第1代的旗舰产品就是1000瓦电机嘛，就是又比刚刚的 Pro 又再多了 25% 然后再加上它的材质呢，用了这个钛合金钛合金的部分就是金属框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卡泵的腿杆也就是这一个变成卡泵的。但是即使它用了这么高级的材料，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铝合金，而且它又不是很大的一个体积，对吧？所以说即使你把铝换成钛，然后强化聚合物换成卡泵，其实它该重的地方也就是马达电机里面的这个气包线也好，磁钢也好，原本的这框也好，这个重量是少不了的电池的重量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即使它用了那么顶级的材质，其实重量也才降了200克，但是你必须为这200克的重量付出将近1倍也就是它的价格是66900的这个成本所以说到底CP 值高不高，那就要看这多出来的将近3万块的钱去买轻200克，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对台湾可能大部分工薪阶级来说这都不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吧。但是对于一些经济上比较自由的人来说，花3万块能够让我背在身上的东西少200克，持续3小时那绝对是划算的所以说这笔账要怎么算就是
跟你的这个经济收入能力还是蛮有关的。但是我们就回到这个单纯数字来说啦，就是说价格几乎翻倍，但是性能也就动力的部分提升只有 25%， 但是重量呢也至少 9%， 在我看来 CP 值不算最高的一个产品。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对象呢？就是各个领域的重度使用者，比如说重度登山、跑酷、长距离健行、高海拔环境，或者是负重极高，或者是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使用需求啦，你就单纯就想要买一个最帅、最顶级的产品，想要买这种顶级科技产品的发烧友，那当然是选 Ultra。好，那我们一代讲完了，那我们来讲讲这个二代就是新出的这3个款吧。那二代的入门变成了 Pro S， 其实它就是新一代的入门款。那但是呢，它沿用了之前的这个 Pro 的这个性能，同样是800瓦的电机，但是呢，却比上一代的 Pro 重了200克。那重在哪里？目前还不确定。但是电池却少了1颗，少了1颗就算了，它给你的那一颗还是一般电池。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价格与前一代几乎一样。我所谓的一样是指跟上一代的 Pro 几乎一样但是电池却少了1颗那仅仅是多了这个全新的这个演算法，以及多了一个充电头。我个人觉得就不是 CP 值不是很高啦。但是如果它在众筹的期间，价格能够降到原本的Go这个是28,900也好，或者是29,000也好，那它的吸引力就相对就蛮高的了就价格上但是重量上依然是重的。那它的适用对象呢？由于它的这个马力都比较强了嘛，所以说我觉得适用对象就介于一代的 Go 和 Pro 之间就是性能也是这样子那二代这个 Max S， 其实在性能上它几乎已经对标了 Ultra 跟 Ultra S因为它也用到了所谓的1000瓦的电机它也有这个极限模式 Hypermove， 那只是它没有这个最新的 Ultra S 的加速模式那除此之外，它的性能基本上就是都一样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稍微重一点点的 Ultra， 或者是稍微重一点点的 Ultra S 就总之它没有这个钛合金的材质，也没有 Carbon 的这个腿感那但是性能上它是跟旗舰款是一样的但是这边就是有一点尴尬，就它仍然只有1颗电池所以说这么强大性能的机器，理论上至少要有2颗电池的但是它就是目前就是没有附啦所以说你必须，我觉得可能要再多买1颗电池才能更好的去使用它但是呢又回到了，如果你要买2颗电池的话呢，通常你会想要买一个充电座，那这个充电管家这个 Max S 也是没有附的所以说你必须另外买。那我们也是算了一笔账嘛，就是说即使你再加买1颗电池，再加买一个充电管家这个钱加进去以后，仍然比 Ultra S 比起原本的 Ultra 也是便宜了将近1万元。总之这样的判断下来，就是只要你不差那200克的重量，我觉得买这个 Max S 算是一个蛮划算的选择也就是目前这6款里面，我觉得是 CP 值第2高的。缺点就是说 CP 值虽然高，它的售价也往上垫了。对于不需要超强的动力的人来说，这个价格是有一点溢价。就是看7月的这个众筹54900的价格能不能打下来如果说这个能到47000、48000左右的话，那我觉得 Max S 还是算是蛮划算的一个产品。OK， 那适合的对象其实我们这边就没有再重复写了，就是类似于一代的 Ultra 但是少1颗电池然后稍微重一点这就是它适用的一个对象。好，那接下来最后一款就是新款的旗舰款。其实电机瓦数跟上一代的旗舰款是一样，都是1000瓦，多了一个加速的档位，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功能，所以会不会是你购买这个新的 Ultra S 的一个做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影片或者是 Facebook， 我们就会尽快的为各位去测试一下所谓的 Ultra S 里面的加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跟一代 Ultra 就基本上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抗寒电池呢也一样是给2颗，只是它比一代的 Ultra 更有诚意一点，就是它终于给你充电器跟一个充电管家这是属于标配的内容了。但是呢，它比一代的 Ultra 重了300克，这对于原本使用这个东西是想要追求极致轻量化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就有点矛盾所以说这个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那适合对象呢，类似于一代的 Ultra 啦，因为它给的是2颗抗寒电池，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如果你常常去滑雪或者是雪中登山了啊，就是在低温环境下使用的话，一代的 Ultra 跟二代的 Ultra S 都是你不用再额外花钱去买抗寒电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价位也来到了比较惊人的74900但是74900也是暂定啦。我们是希望它如果能够在众筹期间或者是未来上市的时候，这个牌价能够压到只比一代的 Ultra 贵一点点，比如说一代的 Ultra 是66900嘛，那如果二代是69900，只贵3000，那我觉得或许它新增的这几个防滑腰垫啊，新的演算法就蛮划算的。OK， 那至于这一次这个 Hypershield 应该怎么选的话，就大概介绍到这边。那这边来补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去年7月开始接触这个 Hypershield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想要争取当代理商了。那不论是总代理或一般代理都好，就总之我们想要卖这个产品，因为确实我们蛮看好它的。但是那时候各位也知道 Hypershield 一直不理我们嘛，然后我们就不管了，就先卖了。那就是以一个帮各位代购的形式，帮各位做售后，帮各位处理保固的一个方式就一直卖到了现在。那这个大概在3月左右呢，就我们大概就有耳闻消息，就是Hypershield 终于在台湾要找代理商了，而且一找还是总代理。那我们当然也是开心也是难过了难过就是总代理不是我们，那开心的就是至少这个东西台湾有公司愿意去做正式代理，愿意承担这个售后责任、检验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是很开心，所以我们马上就跟这个总代理联系那就取得了一个经销的一个资格所以说我们现在贩售的这个Hypershield 呢，可以说就是总代理的公司货了。那这个总代理呢叫做思维创新公司，对外的名称应该是思维宝蓝啦。那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品牌的一个总代理，就是这个 Shokz 这时候现在刚好没待在这边，是那个骨传导耳机Shokz 中文叫做韶音，思维宝蓝也是总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这个总代规模也算蛮大的，做事情应该也算是比较妥当的。那目前台湾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状况思维宝蓝是极可的总代，然后我们是这个经销商。未来的泽上面的众筹活动就是这个二代的众筹活动，也是由台湾的总代思维宝蓝去跟泽去做合作的但是各位也知道，外骨骼这个东西2-3万、3-4万甚至到6-7万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在泽的网页上面看看影片，然后滑一下这个文字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买的吗？很难吧？如果这样就卖得好的话，那一开始官网用线上就是纯线上销售，那就卖得很好，但实际上没有嘛。实际上像我们这种提供实际上这种试穿体验，或者是提供出租以及有人1对1的跟你解释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什么有用，对什么没有用，你该怎么调，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应该还是蛮有存在价值的所以说在这个二代上市之前，在众筹的阶段呢，我们这边也会尽量快的去争取到二代的样机，让你可以在众筹的阶段，在怀疑自己要不要买这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瑞德以及我们瑞德的经销商台中的这个五象电竞以及高雄左营的这个瑞里去实际上体验一下，再决定你要不要在这个泽的众筹平台上面去买这个二代的产品。交货的时间应该是7月中旬到7月下旬这只是暂定如果到最后 delay 的话，请不要怪我如果提早的话，那就恭喜各位。如果你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是需要用这个东西的话，现在的一代的 XGO 跟 X Pro 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一个产品。那接下来下一支影片呢，我也会为各位来讲一下说，除了 Hypershield 以外，到底目前这个市场上有什么的外骨骼是今年我们可以期待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累积了很久，有很多想要跟各位分享但是这个影片再拍下去就有点太长了那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凯夫，拜拜。